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款脉搏心率计数器电路。这个电路呢，还可以用来，比如说给绕线机来计数，或者是我们自制一个点钞机都是可以的。CD4553内部有一个加法计数器，它的计数范围可以是0到999。它在9角、7角、6角、5角输出2进制数码，正好与我们前几天学习的 CD4511 相配合。CD4511 呢，我们知道它从7角、1角、2角、6角输入2进制代码，从9角到15角输出7位的高低电平来驱动我们的数码管显示0到9，但是只能够显示1位。如果和 CD4553 配合以后，就能够同时在3位数码管上显示3个数。CD4553 的1、2、15就是3个未选引脚。当1角输出低电位的时候，我们这是 PNP 型的3极管，那么它就导通，那么数码管的供阴极就接地了，这个数码管也就被点亮了。如果我们要驱动个位的时候，那么1角输出低电位，相应的这个4个引脚输出相应的2进制码，然后呢，在我们这一端输出相应的高电平和低电平，那么这个个位的数码管点亮。当 CD4553 让10位数的数码管点亮的时候，5、6、7、9引脚输出相应的2进制数码，2角输出低电位，这样10位数就被点亮了。当它让100位的数码管点亮的时候，那么15角输出低电平，同时这4个引脚输出相应的数字，那么100位的数码管就点亮。由于它的切换速度非常快，所以我们的数码管呢，同时3个都被点亮。这个电路里还用了一个 CD40106， 是施密特触发器，上升延触发的。那么这端呢，还用了一个 LM324， 是4运放，这里边只用了3个。供电是6伏，这个位置是注集体。当我们不按下启动按钮的时候，这端为低电位，这端是高电位，这端同样是低电位。那么由于这儿有一个对地放电，那么所以这是低电位，那么这端是高电位。由于 CD4553 10角是高电位，内部计数器被锁定，就是显示我们计完数以后的数值在数码管上显示。同时我们刚才说这是低电位，那么这端输出高电位，加到这个 DP 端，很显然这个3个3极管是交替导通的，那么我们的3个小数点也是被点亮的。当我们按下启动按钮，这个位置为高电位，这端是低电位，这边是高电位，同时给这个电容充电，那么这个位置就始终为高电位，那么这端是低电位，就开始计数。同时刚才我们按下启动按钮的时候，这个位置为高，这个位置为低，同时这个位置为高，这时就把 CD4553 内部计数器清零了。当我们松开复位按钮的时候，开始计数。因为我们这个电容充了电， CD4553 10角是低电位，这时开始计数，直到 CD4553 10角恢复高电位时，内部计数器停止计数并被锁定。CD4553 的计数脉冲是从12角输入的，下降沿有效。由于我们在测心率和脉搏的时候，注集体靠得很近，所以这个声音信号呢，通过电容耦合，然后加到这个 LM324 的这个反向输入端，那么这个位置有脉冲，那么很显然在后极呢也是输出脉冲信号。这儿有电阻，很显然它是一个放大状态，然后通过电容耦合以后加到这儿，那么这个位置的电压为 0.7 伏。当正向输入端高于反向输入端的时候，后端输出高电位，那么加到这个正向输入端，那么它也是输出高电位。当这个位置低于这个 0.7 伏时，那么这端呢输出低电位。那么当它输出高电位的时候，这端就是低电位。CD4553 的计数脉冲是从12角输入的，下降沿有效。由于我们在测心率和脉搏的时候，注集体靠得很近，所以这个声音信号呢，通过电容耦合，然后加到这个 LM324 的这个反向输入端，那么这个位置有脉冲，那么很显然在后极呢也是输出脉冲信号。这儿有电阻，很显然它是一个放大状态，然后通过电容耦合以后加到这儿，那么这个位置的电压为 0.7 伏。当
正向输入端高于反向输入端的时候，后端输出高电位。那么加到这个正向输入端，那么它也是输出高电位。当这个位置低于这个 0.7 伏时，那么这端呢输出低电位。LM324 输出的脉冲信号通过10m触发器加到 CD4553 的12角，脉冲的下降沿就输入到我们的 CD4553 内部进行加法计数，直到我们的 CD4553 10角恢复高电平的时候，内部的计数器停止计数，并且记的数值被锁定显示在我们的数码管上。也就是说，当这个电容通过电阻放完电以后，这端为低电平，这端呢就输出高电平了。那么这个电容充放电的时间就是我们所计数的时间。我们可以通过调节这个电位器，使它设定的时间为1分钟。同时在我们计数的时候，由于这个电容上这个位置为高电位，那么这端呢是低电位，那么很显然小数点的这个位置为低电位，那么小数点是不被点亮的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